大家好，我是信。之前我们说到了传统武术和功夫的区别，说了真正的功夫分为3个部分：练气、练功、练拳。我们今天就重点来说一下练气。本来呢是不准备说练气的，因为一说到练气就特别容易引起误会，会和网络上那些功夫大师混为一谈。但是呢又不能不说，因为少了一个环节，很多东西就解释不清楚。这练气究竟源自于哪里，谁也说不清楚。但是最早出现练气记载的是老子的《得道真经》。有人就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是《得道真经》？你们听说的应该大部分都是《道德真经》，难道是我说错了？我没有说错，千真万确，的确是《得道真经》。为什么？1973年出土的真迹已经说明了一切。其实这2000多年来，我们一直看的《道德真经》是假的，老子真正写的是《得道真经》。虽然1973年就出土了老子《得道真经》的真迹，但是因为国内学术界的抵制，所以这件事情一直没有公开。也就是说，即使是在中国，也有很大一部分人依然生活在谎言中，并不知道老子写的是《得道真经》，而不是《道德真经》。关于《得道真经》，如果有兴趣的，我会在以后的节目中重点说一下。我们接着来说练气。最早的时候练气并不叫练气，而叫行气。关于行气，有一段非常深涩难懂的话，我就不复述了。我在这里尽量用简单易懂的语言来描述一下。人活着就要呼吸，这毋庸置疑。但是对于那些练习修炼行气的人来说，我们普通人这样呼吸，仅仅只是满足了人体最基本的需求，而行气呢，却可以满足身体更深层次的需求。对道家文化熟悉的人应该都知道，道家讲究阴阳五行，这听起来还是很玄妙。但是现在科学依然没有逃脱阴阳五行的范畴。比如我们现在有酸性体质和碱性体质的说法。这酸性体质其实就是对应着阴，而碱性体质呢，就是对应着阳。酸为阴，碱为阳。而我们平时说的微量元素呢，其实就对应着道家中的金木水火土五行元素。这么一解释就比较好理解了。但是听我这么一说，又有人觉得很震惊。震惊什么呢？几千年前的道家对人体的认知已经这么透彻了吗？其实说到底还要归结到一个人身上。谁？老子。因为这些知识都是由老子传下来的，所以才说老子真的很神秘，是人类中一个特殊的存在。人体深层次的需求呢，也分为2个层面。我们先来说第一个层面。我们都知道，人体具有强大的潜能，只是无法将它发挥出来。而行气第一层面的终极目的，就是要让人
可以随时随地的发挥出这些潜能。当然，这里指的潜能不仅仅是功夫，各种各样的能力都可以通过行气来获得增强。举个例子，比如憋气，普通人憋气一般在30秒到2分钟之间，而 Stig Severinsen 呢，他的憋气时间达到了22分钟10秒。不可否认，他掌握了一定的行气技巧。然而，对于修炼行气的人来说，这又算不了什么。就我知道的，有人可以在水中停留2到3个小时，出来后脸不红，气不喘，这就是人体潜能得到提升后展现出来的效果。咱们再来说力量，人类身体展现出来的力量，这些力量究竟源自于哪里？科学给出了定义，巴拉巴拉一大堆，甚至说到了 ATP 分子结构的形变，意思就是说肌肉骨骼这些东西的摩擦运动产生了力量。根据这样的说法，人的力量只能限定在一个范围之内。那么那些原本手无缚鸡之力的人，忽然间将一辆汽车给掀翻了，那这股力量又是哪来的呢？这已经完全超出了这个人的力量范围。实际上每个人体内都聚集着一股力量，这股力量究竟有多大，没有办法去衡量。你展现出来的力量，仅仅只是你能取出来的那一部分。普通人获取力量，就好比用一个小汤勺盛水，一旦你有了气呢，那个气就好比是一根水管，你可以从体内源源不断的获取力量，这就是气的作用。从这呢，我们也能看出一点，气并不是力量，气只不过是力量的载体。我们再来说第二个层面，行气第二个层面的终极目的是什么？长寿。人活着，每1分钟、每1秒都在不断的消耗着身体的机能，最终导致器官衰竭、能力退化。道家认为，出现这种情况的最根本的原因是阴阳失调、五行流失，而行气呢，具备调节阴阳的作用，所以练习行气可以减缓身体各项机能的退化，从而达到长寿的效果。当然，行气只是一部分，你还要解决五行流失啊。有句俗语是这么说的：医道不分家。意思是什么？意思就是说，这修炼的人必须懂医术，这一点是很重要的。在之后我还会再说到。在这里呢，医术的作用主要是用来补五行，金木水火土，可以说这个5个字已经囊括了世间所有的物质。通过医术呢，你又可以了解到自己究竟缺少哪一部分，然后缺什么补什么。这就是练气的真正目的。听到这里，可能有人已经不耐烦了，那究竟应该怎么练气呢？我不是功夫大师，所以我也就不误人子弟了，我是不会教你怎么练气的。不过为了防止某些人被那些所谓的功夫大师给欺骗了，我呢就简单的来说一说。可能有些人已经了解过中国功夫，甚至研究过练气。我们知道练气的第一步是干什么？你能回答出来吗？找气感，也就是功夫中常常说到的找丹田。既然
找气感、找丹田是第一步。好，那我就从第一步来防止你们被骗。你们知道找气感最好的姿势是什么吗？是站姿，就是说要站在这里寻找气感，寻找你的丹田。如果有人让你盘膝静坐去找气感，去感应丹田，这个人要么是骗子，要么他就不诚心教你练气。所以对于那些想要学习真正中国功夫的人来说，我已经说的这么明白了，如果你还被骗，我也没办法了。最后再补充一句，很重要，真正的功夫分为练气、练功、练拳。这其中呢，练气是最讲究灵性和悟性的。意思是什么？意思就是说，如果有人在1年之内依然没有找到气感，没有找到丹田，那你就可以放弃了。好了，练气我们就说到这，下期我们接着说练功。喜欢的朋友千万不要忘了点订阅。我是信，咱们下期见。